2001年1月31日是许多 Sega 迷们心碎的日子。Sega 在这天正式宣布 Dreamcast 主机将于同年3月停产。Sega 也将转型为全平台的软体商，退出家用主机硬体市场。DC 主机从上市到停产，仅仅间隔2年多的时间，可以说是非常短命。但如果我们不把 DC 主机停产这件事视为它的生命终点，从其他的角度来看，也许结论就会变得十分不一样。DC 主机上市20周年纪念冷门知识专题第3回，主题是短命主机的意外长寿。在 Dreamcast 发售的同一时期 ，Sega 也推出了新一代的大型电玩泛用机版 Naomi。Naomi 跟 DC 采用了相同的硬体架构，彼此之间的作品可以很轻易的相互移植。DC 主机上数款代表性游戏，像是《死亡之屋2》、《疯狂计程车》等等，就是 Naomi 游戏的移植。Naomi 这个听起来像是日本女生的名字，官方的解释是 New Arcade Operation Machine Idea 的缩写，但这明显是事后才硬凑的。其实这个名称的由来是当初开发这块基板时，定位为 Model 2、Model 3系列基板的替代者，从 Super Model 这个概念下去发想，而借用了超级名模 Naomi Campbell 的名字来命名。意外的并不是日本女生的名字呢。Sega 希望 Naomi 可以成为往后数年大型电玩基板的预设标准，虽然它不是当时性能最强的基板，但凭借着低价格、高性能又易于开发的特性，使得 Naomi 确实受到不少店家与开发商的喜爱，也为 DC 带来不少优秀的移植作品。在2000年中 ，Sega 又为 Naomi 推出了 GD-ROM 系统，让 Naomi 游戏也可以采用 GD-ROM 流通，取代生产周期较长又昂贵的传统乱卡夹，更有利于中小型店家与厂商的营运。即使在2001年 DC 主机停产 ，Sega 的大型电玩开发重心转向 Naomi 2等性能更强的新一代基板。Naomi 的性能对于多数2D 游戏与轻量级3D 游戏来说还是很堪用，因此依然有许多中小型游戏厂商持续使用 Naomi 基板开发新游戏。就算在2007年中 GD-ROM 停产了，厂商们也不过就是换回使用乱卡夹，并没有就此抛弃 Naomi。另外，在2002年的时候，当时还没并购 Sega 的 Sammy 也采用了 DC 的硬体架构，推出了另一款泛用基板 Atomic Wave。除了 Sammy 自家发行的游戏使用外， Atomic Wave 一度还被 SNK Primo 当作 Neo Geo 基板的继任者，用来制作 Neo Geo 格斗竞技场等游戏。Sega 在2005年时也回头将 Naomi 的设计简化，成为 System SP 基板，包含甲虫王者、时尚魔女等儿童游戏机台，使用的就是 System SP 基板。不止大型电玩基板 ，DC 的架构还被运用在其他商用硬体上，像是针对公共场所设计的互动电子水族箱 Fish Life， 里面装的硬体其实差不多就是一台 DC 主机。单只算 Naomi 与 Naomi GD-ROM 从1998年推出到2009年最后一款 Naomi 游戏为止，总共有10余年的寿命与超过100款游戏使用。要是再加上 Atomic Wave 与 System SP 等系数同源的基板，游戏的总数会更加庞大。或许就商业销售上来说 ，DC 是一台失败的家用主机，但是在大型电玩领域 ，Naomi 就无疑是一款成功的经典产品。在2001年3月底 ，DC 主机正式停产，但软体供应并没有跟着终止。整个2001年 ，DC 共有118款新软体上市，让玩家还不至于马上面临软体荒。其中更包含了像《樱花大战3》《音速小子大冒险2》《沙漠2》等来不及在主机停产之前推出的大作。只能说 DC 的硬体生命真的是结束的太急太快了。在把残存的中大型作品消耗完之后，从2002年开始 ，DC 的新软体供应数量就大幅减少。Sega 也将《樱花大战4》的推出定位为 DC 主机的落幕献礼。此后 ，DC 的新软体绝大多数是从其他平台移植的美少女游戏。这类游戏由于成本较低，只要有基本数量的客群买单，不用大卖也能获利，成为了 DC 后期最主要的软体供应来源。但其实后期的 DC 不是只有美少女游戏，还有少量的大型电玩移植游戏推出，像是 SNK Primo 的拳皇系列，在 DC 停产之后，仍然一路从拳皇2000出到了拳皇2002，还有一些采用 Naomi 基板制作的作品，像是斑鸠、Borderlands 等射击游戏，也以 DC 作为首次移植的平台。这些作品的推出，使得 DC 的软体市场小规模的活络化，甚至 Sega 自己也在已经放空 DC 软体市场1年以上的时间后，于2004年再次为 DC 发行了本家新作《魔法气泡狂热版》。这些新游戏创造了小幅的 DC 主机购买需求。由于主机已经停产，市面上也没有新品出货，因此 Sega 从2004年开始
将维修后的 DC 主机整新，以再生品的方式在 Sega 的官方网络商店贩售。2005年 ，Angel Wish 为 DC 的美少女游戏供应画下句点，但仍然还是有新的射击游戏 Try9移植到 DC 主机上推出。同年年底，下一世代的主机 Xbox 360正式登场。2006年，又有着《天翔铁骑》与《电波之剑》两款 DC 游戏相继发表。为了得到 DC 最后一款游戏的名号，《天翔铁骑》的发售日期还刻意延期到《电波之剑》之后。但 DC 的再生品主机也在这两款游戏推出后不久结束销售。年底 ，PS3 与 Wii 相继上市，游戏主机全线世代交替。想不到 DC 到了2007年还是没有完全退出市场，又接连推出了《冰妻少女艾格杰丽卡》和《暗雨天涯》两款Naomi移植游戏。这些 DC 末期游戏的生产量并不大，多半很快就被抢购一空。只不过这样的小规模市场是无法撑起整个生态系的。2007年中 ，Sega 结束 DC 主机与周边设备的维修服务 ，GD 乱光碟也在同年停产，相当于宣告着 DC 真的要成为历史了。在2008年1月，原本于2003年发售的 Borderlands， 在玩家的热切请求下，小量再版，于特定店家限定贩售。此后 ，DC 的官方软体生产正式终结。一台仅2年多就宣告停产的短命主机，最后居然能够有将近9年的软体供应生命，十分不可思议。这是Naomi带来的共生效应，也是 DC 主机充满魅力的证明。又或者是始终玩家们在舍不得让 Sega 最后一台主机就此结束的情感下所创造出来的奇迹。DC 主机的正版验证机制被破解之后，虽然带来了严重的盗版问题，却也为非官方的自制软体社群开启了大门。Linux、NetBSD 等开源作业系统相继被移植到 DC 上，还有各种专为 DC 开发的非官方作业系统，让 DC 主机有了更多自由开发与运用上的可能。刚开始 ，DC 上最常见的自制软体是影音播放工具与各式游戏主机的模拟器，而随着 DC 官方软体供应量的逐年减少，非官方 DC 软体的开发焦点也转向了自制游戏。由于大多数 DC 主机不需要做任何改造就可以执行非官方软体，CD 端的压制成本又比卡匣便宜许多，因此除了供免费下载的自制游戏，也开始出现了以盒装光碟形式贩售的独立发行游戏。这些独立自制游戏有些制作水准比较业余，影音表现或游戏内容比较单调，但也有完成度逼近商业公司作品水准的佳作。个人特别推荐由台湾哥斯达黎加混血兄弟党 原Works 制作的《时空五行风水大战》，这是一款制作精美、内容丰富的益智游戏，可以说是 DC 独立游戏界前期完成度最高的作品。还有 NG Dev Team 专为 Neo Geo 与 DC 开发新作游戏，接连推出了 Last Hope、Fast Striker、Gunload、Neo Cycles 等作品，是产量稳定的代表性团队。另外，更有 Stormwind 这种野心更大、影像表现更加接近当代游戏的作品。不仅画面表现华丽，这款游戏在制作品质与内容分量上也是诚意满满，不亚于商业公司制作的游戏。这种发行在旧平台的新游戏，生产量通常不多，自然也就成为了游戏收藏家们的收集目标。有些厂商正看准了怀旧游戏收藏家的消费力，积极的把各种他们能拿到授权的游戏制作成卡匣或光碟贩售，使得近年这种游戏的发行数量比以往多上许多。像是法国的发行商 JustProd 就发行了为数不少的 DC 新游戏，其中包含了从 Visco 取得正式授权的 Neo Geo 移植游戏，像是 Breakers、五张岩游记等等。但这几款游戏实际上只是将 Neo Geo CD 版的游戏与模拟器整合在一起，就当作是 DC 版游戏贩售。还有从电脑移植到 DC 的小型独立游戏，也是近年 DC 新游戏的另一大宗。即使这些游戏可能有中等以上的评价，但这种不是专为 DC 打造的旧作，坦白说，真的有必要非用 DC 来游玩不可吗？更何况他们还卖着不算便宜的价位，厂商想借此赚取怀旧收藏财的意味可能更加浓厚吧。DC 还能够持续有新游戏，当然不是件坏事。这类游戏能够持续推出，也证实了这样的市场确实存在。但就个人立场来说，我希望能够看到的是像《风水大战》、Stormwind 这类真正展现开发者对主机充满热情的作品，而不是找些既有的东西，让他人在 DC 上面跑，就压成片子来卖钱。其实，一台主机的寿命到底该怎么定义，每个人都可以有各自的看法，这并没有绝对的标准。也许对一台主机而言，只要还有人能够透过它享受游戏的乐趣，它的生命就还不算真正终结吧。OK， 以上就是这集的低分少年，感谢收看，下次再见。